姐姐，我现在在警局门口，我有点不敢进去。我想了一个晚上，越想越恶心。看着他那副随心所欲的嘴脸，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。我想着，我宁可不演这个角色，宁可不当演员了，我也得给自己出口气，给跟我一样的女孩子出口气。可我走到警局门口，我突然就有点心虚。如果警察问我说，既然不愿意，为什么放他进家门？我怎么说呀？我当时是犹豫过的。我就想着，我要是直接反抗，会不会以后就没机会演戏了？会不会我以后就完了？所以才错过了最安全的时机。姐姐，是不是我也有错？我当时那个样子，是不是等于直接同意他了？当然不是这样的。法律概念上的性同意必须建立在平等、自愿的前提条件下，必须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、威胁或者是误导。尤其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之下，弱势一方的沉默和不敢反抗，并不等于默许，也并不构成性同意。更何况在你反抗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明确表示了不同意。如果对方还不停止，他便构成了性侵害。所以你没有错，也不需要心虚。知法犯法的人是他，错的人也是他。可我当时那么想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别人会不会还是觉得是我的问题？妙涵，这个世界上呢，存在善意的眼光，也存在恶意的眼光。如果你害怕那些恶意的眼光，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逃避。但如果你是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，那我想，人都有弱点，也有人之常情。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，那为什么要求有完美的受害人呢？这是我昨晚整理的一份法律意见书，其中包括了报案之后的详细流程以及你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另外还包括了你需要向警方提供的证据清单。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提交的证据是否能够充分且确凿地将他定罪，还不一定。也就是说，还有一种最坏的结果。他1天之内就会出来。是。但也有把他绳之以法的可能，对吗？对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许律师。我只是怕我自己站不住脚，但刚才你跟姐姐说的，已经足够支撑我堂堂正正走进警局。只有我站出来，才有制裁他的可能。你先回去忙周俊的案子吧，警方应该很快就会来找我了解情况的。我留在这儿陪妙涵，也省得来回跑。我让刘猫过来跟进情况，他有职业证，比我更方便跟警方沟通。去吧。别紧张，先喝口水。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随时开始。
请你详细描述一下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昨天晚上，参加完酒局，我送他回家，进家门后不久，警报就响了，我就走了。啊，对，警察同志，这来回呢都是司机开车送我的，我是守法公民，没有酒驾。你与孙妙涵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老板，他是演员。对于他指控你强奸未遂，你承认吗？警察同志啊，说一夜情未遂，我承认。要说强奸未遂，他明显是诬告陷害啊！哎，你看啊，他要是没想法，大晚上喝完酒，能让我送他回家，能让我进他的家门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心知肚明嘛。不是的，我当时不知道他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到他有意图跟你发生性关系的？到公寓楼的时候，我下车，他也下车，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可是他说，他送我回家，我不请他上去喝杯水，那就是不礼貌。自说自话，揽着我进了公寓楼，我不敢直接反抗，直到进家门。进了家门以后呢？进了家门，就你情我愿，顺理成章了吗？你情我愿。如果对方是自愿的，家里为什么会那么乱呢？哎呀，个人的小癖好，哎，这不算犯法吧？你知道这儿哪儿吗？这儿审讯室，放严肃点儿。是，我严肃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得还我清白啊！他不能当时同意，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，那我可真是冤枉啊！你当时有明确拒绝他吗？有。他送了我一条很贵的手链，就像是收买我。我拒绝他，他就恼羞成怒。他说现在拒绝已经晚了，已经有监控拍到是我把他带进家门的。然后他就强行要开始动手，我就想反抗，就推他。在反抗过程中，你有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吗？他弄坏了家里很多东西，我好像动手抓了他，但不知道有没有留下伤痕。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弄的？啊，昨天晚上留下来的。我呢喜欢那个时候呢激烈点。我跟他说了，他很配合。哎呀，可惜了，被警报给打断了。警察同志，我的律师团队到了吗？我们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不太乐观。孙苗涵的身体检查结果没有明显的暴力痕迹。其他的证据包括双方的供述还有陈述，警察还在对比。危基那边的律师团队非常的强硬，如果12小时之内还没有任何进展的话，只能先放人了。先休息会儿。我们也别灰心，就算是放人了，也不代表着调查会终止。我们先耐心等待吧。哎，你们聊的周金这案子怎么样？有进展吗？我跟茂哥总结一下了。行。是这样，昨天周俊提到姚鑫在生前几个月对亲密接触和肢体接触非常抵触，我们推测这是遭受性暴力后的结果。而根据周俊的说法，姚鑫人际关系非常简单，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加班应酬，所以如果要排查，首先要锁定的范围就是姚鑫在工作中会接触到的对象。那现在我们假设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推测一下，他就是杀害姚鑫的凶手呢？
当然，没错。但是张姐和宋哥发散之后，又提出了一个矛盾点，说，凶器是车内现有的工具，凶手就地取材，推测为激情杀人。如果是激情杀人，现场痕迹又这么干净，说明凶手大概率具有一定的犯罪经验，很可能是个惯犯。但我确认到的是，姚鑫所在的环市是不录用有犯罪记录的人员。如果这人背着命案，在影视行业抛头露面的概率非常小。那看来这2条路都走不通。哎，这2个案子看来都不是很顺利啊。放人。哎，魏总，薛律师辛苦了，职责所在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辛苦了。走。你需要等一下了。你有完没完啊？警察同志，我已经很配合你们工作了，有什么事情跟我的律师谈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要告你们！哎，这2个案子看来都不是很顺利啊。如果把2个案件合并在一起，会不会就胜了？刚才听小陈分析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妙涵，这些都是罪证。所以你是说魏晋给孙妙涵的那个手链，姚鑫有同款？对，虽然可能是撞款，但是你们刚才说可疑对象有可能在环市，而魏晋又很有可能是个性侵惯犯，而且我记得姚鑫在出事之前是经常跟着魏晋出去应酬的，可魏晋这段时间看起来一点也不伤心的样子，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开的脑洞，可能不够严谨。我们办案就是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我觉得可以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追追看。可是这个矛盾点说不通嘛？你们想，即使魏晋，他就是一个性侵惯犯，可是性侵跟杀人这是2件事情。一个性侵惯犯在进行杀人之后，能把现场处理得这么干净吗？如果说凶手并不具备杀人的犯罪经验，只是刚好有戴手套的习惯，戴手套的习惯是，这也是一种可能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凶器上只有姚鑫和周俊的指纹，却没有第3个人的指纹。昨天晚上我去物业调取了电梯的监控，3月的天儿，魏晋他还戴了一副皮手套。没错，一个巧合可能是巧合，多个巧合就不能是巧合了。我马上联系警方，看能不能赶在今晚之内把这事情核实。辛苦。我要告你们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魏晋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。魏晋已经认罪，周俊涉嫌故意杀人的嫌疑已经洗清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。
为正义而战，不辛苦。太好了，我们这算是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。现在一上网，志坤就挨夸。哎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回味那天宋哥跟阮姐无敌默契的超神推理吗？警方本来就已经往这个方向上调查了，锁定魏晋那是迟早的事，我们只是作为知情人提供了一些线索，帮忙加快了进程。你这有点谦虚了，啊！你这一个加快，让周俊跟孙妙涵还有受害者家属来说，这减少了多少的心理压力啊！对啊，太谦虚了，许略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魏晋能这么快认罪，警方是掌握了什么关键证据吗？警方复原了魏晋从案发现场带走销毁的一支录音笔里的录音，录音记录了案发过程，还有姚鑫生前给父母录的一段话。爸妈，当你们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我可能又让你们失望了。从小到大，每逢大考，我总是心态失衡，让你们一次又一次失望。这次我努力很久，终于进了环视，本以为柳暗花明，终于能做出成绩让你们为我骄傲，却没想到。魏总好，我是新来的策划姚鑫，说说看，你为什么应聘这个岗位？想多学习，多进步，多赚钱。你倒是挺诚实的。正好，我这儿有个项目，你过来看一看，考考你对内容的敏锐度怎么样？来呀，过来看看。啊。你看啊，咱们这一行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内容。你看懂了内容，也就看懂了咱们这个行业的规则。魏总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这文件不对吧？这文件您之前批示过，没错的。你自己看看，来看看呀。你好好看。这个文件现在没什么问题了。但是你要走出这扇门，它有没有问题就不一定了。我手头有个新项目，你做负责人怎么样？你长得漂亮，工作能力又强，总不能一辈子干策划吧？听我的话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啊？我就这样在挣扎中屈服了。可是我的屈服，并没有换来他兑现承诺，只换来他无穷无尽的危险。爸妈，我手里有他侵犯我的证据，我决定找他谈判。他要是给不了承诺我的东西，我就报警。如果这段录音公开了，就证明我谈判失败了。但或许说出这一切的我，会获得新生。案发当天，姚鑫与周俊分开之后，姚鑫下定决心去找魏晋，用魏晋私下给他的一部未实名手机联系的他。
哎，妈妈。阿姨啊，案子破了。那周俊这孩子，因为挟持你爸那事儿还出不来。你爸跟我商量了，想着要不要给他出个谅解也书，看看能不能争取给他减点刑。应该是有机会争取的。这件事儿我会跟张姐说的。你说这俩孩子吧。对了，姚鑫这孩子你去看过他没啊？嗯，我跟怀颂前2天去过墓园了。哎，希望在那个世界，一切罪恶都被光明扫除，你能被善意包围，安宁、自由。嘿，哎呦，许大壮报白许大厨啦！哎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做饭。辛苦你了。哎呀，你这镜头也是啊，又齁又晃。你这个镜头看起来也挺齁的呀。哟，这是刘大厨给你准备的爱心晚餐吧？今天加单。哎，你最近事儿一茬接着一茬，这2天怎么样啊？好多了。那环视那边呢？现在什么情况？郑总今天跟我说，项目暂停了。没事儿，怀疑未尽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过这个结果了。把它绳之以法，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只是暂停嘛。你说不定过2天就重启了。哎，你趁这个空闲的时候可以写写新书啊。之前在申奥那个非遗的项目，我觉得真的很不错。算了，先休个假吧。来，尝尝看味道怎么样？好好吃。那我关火了。那行，不打扰你们2人世界了啊。我就干活去了，一堆事儿要忙到废起。哎，我最近挺闲的，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随时跟我说啊。好，有需要你的地方一定不跟你客气哦。拜拜，拜拜。好香呀，我都饿了。马上就开饭了啊！明天我不用去律所，咱们要不要出去转转？好啊。阳光、花香、绿色的氧气，大自然果然拥有强大的疗愈能力。而和大自然一样疗愈的，是喜欢的人知道
此刻的你需要什么？陪伴在你的身边，默默为你准备一切的心意。刚刚看的是他吗？我们许律师真是慧眼无距啊！来，尝尝。你说这个。要不还是说你眼光好了。中午想吃什么？你要不吃辣的话，我们可以吃烤肉。吃烤肉？行。天哪，你快看热搜，李世灿跟经纪公司解约了。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？热搜都爆了，都骂他白眼狼呢。天哪，原来之前去做慈善都是去摆拍的。对啊，真是一点没看出来。亏我之前还挺看好他的，竟然直播去圈未成年人的钱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不可能是假的，我听小道消息说，这些传闻都是他经纪公司放出来的。谁让他白眼了？红了他就不干了。就是。天下偶像千千万，这个塌了咱就换。哎，我开玩笑的。这个是你最爱吃的芒果威士忌。这差不多。诗诗姐，网上的消息不会是真的吧？当然不是，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越要坚定地相信石灿。别着急，我这有人脉，我马上就去问他的情况。姐姐，你是我在娱乐圈唯一的人脉了。喂，石灿，我听说你跟公司解约了。是啊，之前跟你说过会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这个。但是我看网上说你把车子、房子都卖了，拿去赔违约金了。钱赔了可以再赚嘛。重要的是结束了一段不良的合作关系。那你现在住在哪呢？你爸妈家肯定不安全，应该有很多媒体会去围堵才对。现在是住在酒店，不过消息爆出来了，可能酒店也住不了了吧？那要不你住她男朋友家怎么样？啊？现在是风口浪尖，你跟任何异性被拍到，爆出绯闻，这等于是火上浇油。不如住我那儿，还安全一点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去接你。我。到家啦。你看，已经把他接到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路上也没有媒体跟。来，打个招呼。对啊。行，反正你就放心就好了。辛苦你啦。我会把他照顾好的啊，放心吧。这就挂了。也不差这一会儿吧。一会儿我要工作，从现在开始不要打扰我，一切你自便。记得关门。收拾的挺干净啊。别动，别碰我女朋友的毯子。我。
那我喝口水吧。放下。那是我女朋友的杯子。你让我自便，那我不拿杯子喝，拿什么喝？拿手喝啊？不是不可以啊。不过厨房里有一次性的杯子。那水呢？水管里有，净水，请便。你俩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，可以在群里说哦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不知道许律师家的厨房自来水味道怎么样，我准备去尝尝。啊，没什么事儿。他说他嗓子有点疼，我帮他刚烧上热水啊。哇，什么人啊？石灿现在不能出门，你们一会儿吃饭怎么安排？他不会又给我陈预制菜吧？许律师，之前呢好歹还有个预制菜，你现在连火都不开了。我女朋友不喜欢吃预制菜，所以家里没有。800遍，800遍了！我知道你有女朋友，那我也不喜欢吃预制菜，家里总得有点新鲜的蔬菜吧？那得看来的试试。那我呢？当然没有。诗诗在问我石灿的情况，能不能把石灿在你这儿的事儿告诉他呀？让他知道偶像没事儿，他也能安心学习。谢谢。哇！你干嘛？味道怎么样？你突然这么好心，该不会在面条里面下毒吧？你觉得呢？那到底什么目的啊？确实有一个交换条件。那我现在吐还来得及吗？当然来不及了。天哪！石灿在我哥家，45日不就是在我家？现在你终于放心了吧？我现在不光放心了，
我还要把食餐放心里一辈子。不是，这就一辈子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才知道，阮玉姐姐的人脉原来就是她自己。现在我哥跟她也混熟了。我真是想不到，好不容易能约到我的辅导老师来许愿树下自习，怎么就碰上李时灿上热搜了？你离了我不会自己写作业呀？哦对，我得给不悔报个平安。不悔又是谁呀？不悔，我打听到了，他现在在朋友家，很安全。现在的骗子很多的，你不要被网上的这些人骗了。他一口一个姐姐的叫你，说不定他现实生活里就是一个抠脚大汉。那之前在超市被骗的是谁？你又一惊一乍的干嘛？我发现了一个 bug 点，这黑料的时间线也对不上呀。我发现了那些黑料的漏洞，明天方便见你聊一聊吗？床没得商量，我又不介意挤一挤了。我介意。哦，明白。也是不知道许律师家的沙发睡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嗯，床我可以让给你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你们律师真的很喜欢讲条件。哎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哇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边啊，你只能睡那一半，中间是界，记得不要越界啊。那君子协定不行吗？没必要这样吧？这是检验你是不是君子的工具。不要越界啊！哦。这水箱好像确实不太君子啊，要不然我还是睡沙发算了。哎，我不是特别喜欢小动物，你不要过来啊，小虎。那个，要不你带着我出去？怎么样，我的专属 VIP 听众？
想不到许怀颂这么不近人情的家伙，居然会养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猫咪。对了，也不知道他给我留了什么吃的。唉，看来还是我太美化他了。来了，当当，早饭。什么呀？看看。那家蛋黄烧麦啊？今天起得早，跑了一趟。哎，那你出来给我买早餐了，13那家吃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？哎呀，那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睡了一晚上沙发，哎呀，觉得有点腰酸背痛的。这疼啊？哦，我给你揉一揉。好。哎呦，这边也挺疼。这边也疼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实测嘛，毕竟是你学弟啊，我多照顾照顾他也是应该的。那真是辛苦我亲爱的男朋友了。不辛苦。好可怜哦。这里疼吧？这个疼吧？是不是这个也很疼呀？你这么可怜，那我给你都揉揉啊。不错。像是你的手机。厨房没吃的，猫已经替你喂好了，不用谢。冰箱里有食材，自己做。谁啊？一个没有眼力劲儿的人。这大早上又是谁啊？哥，我们几个粉丝发现了网上的黑料漏洞，你让灿哥看看。顺便告诉灿哥，我们始终都在。谢谢哥。这看起来还挺重要的，要不你吃完早饭先回公寓？不行。